你是不是也曾苦口婆心的好言相勸，對方不但油鹽不進，還把你拉黑？那你一定不知道，諫言可是一門學問。先聽完這個故事，再一起分享乾貨。北方初冬的清晨，燕國都城的宮殿深處，炭火盆燒得噼啪作響，卻驅不散一種更深的寒意。燕王姬塊裹着厚重的裘皮，眉頭鎖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案几上的竹簡攤開着，那是西邊傳來的消息，一個字比一個字沉重。秦軍又動了，函谷關外的土地正在一寸一寸染上黑色，恐慌像地底的暗流，在王公貴族間無聲蔓延。他們壓低聲音交談，眼神閃爍，每一次城門外的馬蹄聲都會引來一陣不安的張望。燕國太小了，也太偏遠了，蜷縮在東北一隅，像暴風雪來臨前試圖把頭埋進翅膀下的鳥。他們怕西邊那個日益膨脹的黑色巨人哪天就會漫不經心地朝這邊瞥上一眼，然後伸出鐵蹄。就在這時，他來了。蘇秦踏入燕國地界時，模樣幾乎像個逃難的流民，長途跋涉耗盡了他的盤纏，老馬的蹄子磨出了血，他的衣袍沾滿塵土，被風吹得破舊不堪，臉上是凍出的紫紅，嘴唇乾裂。可他眼睛裡有一團火，一團被無數冷眼和失敗淬煉過，卻越燒越旺的火。他沒有直接求見燕王，而是在薊城最破舊的逆旅住下，用身上最後幾個銅錢換了點熱湯和糙餅。他整日在市井間遊蕩，聽販夫走卒閒聊，看官吏如何行事，在酒肆角落沉默地飲着最廉價的酒，耳朵卻捕捉着每一句關於朝廷、關於秦國、關於恐懼的流言。他知道，要敲開一扇門，必須先找到鎖孔。而對於眼下的燕國，鎖孔的形狀分明刻着兩個字：依賴。幾天後，當燕王終於召見這個名不見經傳卻自稱有安邦之策的洛陽人時，看到的不是一個雄辯的策士，而是一個比燕國群臣更理解燕國處境的人。宮殿空曠，回音清晰，蘇秦沒有立即高談闊論。他伏地行禮，起身後說的第一句話是：外臣一路北來，見燕地百姓面有憂色，市井談論10句中有7句關乎西秦。大王眉間有山川之重，想必所慮者遠。他沒有說燕國弱，他說燕國憂。他沒有指責燕國無所作為，他點明了那種無處不在的集體情緒。姬塊微微抬了抬手，示意他繼續。這不是認可，這只是允許。蘇秦的聲音平穩不高，卻恰好能讓殿上每個人都聽見。燕國地方2000里，帶甲數10萬，粟織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櫟矣。此所謂天福也。他先把燕國的家底，燕國自己都快忘記的優勢，一樣一樣擺出來。這不是奉承，這是確認。他在說，我懂你的根基，我看到了你沒看到的自身力量。姬塊的背稍稍挺直了一些，殿上幾位老臣捻着鬍鬚，微微點頭。夫安樂無事，不見負軍殺將，無過燕者。蘇秦話風依舊平緩，卻像在平靜湖面投入一顆石子。大王知其所以然乎？他拋出一個問題，然後自己給出了答案。燕之所以不犯寇備甲兵者，以趙之為避其難也。他輕輕揭開了燕國賴以生存卻又不敢深想的真相。你們能安睡，不是因為自己強大，是因為南邊有趙國這隻更大的替罪羊，擋在了你們和秦國之間。趙國強，則燕暫安；趙國破，則秦兵旦夕可至易水。
燕國的安全繫於鄰國之手，這不是他的判斷，這是赤裸的地理現實。他看到燕王臉上的肌肉繃緊了，那是一種被說破心事後最本能的緊張。依賴帶來的不是安心，是更深的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惶恐。蘇秦知道，锁孔找到了，現在需要的是輕輕擰動鑰匙的力道。秦之公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公燕也戰於百里之內。他的語速稍稍加快，像算賬一樣清楚。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即無過於此者。不擔心百里之內的猛虎，卻日夜恐懼千里之外的豺狼。天下沒有比這更失算的謀劃了。這話像一根針，刺破了依賴幻覺的氣泡，讓裡面冰冷的恐懼空氣嘶的一聲漏了出來。燕王的臉色變了，從疑慮到被理解後的鬆懈，再到真相揭露時的一絲難堪與驚懼。蘇秦沒有聽，他描繪了一幅畫面：秦國真要打燕國，必須越過雲中、九原，跋涉數千里，就算得到了燕城，也根本守不住。所以秦國不可能真正視燕國為心腹之患，而真正的危險來自哪裡？是那個與燕國接壤、常年摩擦、同樣對燕地有野心的趙國。秦國就像天上的禿鷲，固然可怕，但趙國卻是身邊窺伺的惡狼。燕國現在的策略是全心全意討好遠方的禿鷲，卻把柔軟的腹部暴露給身邊的惡狼。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蘇秦給出了第一個，也是燕國原本指望的選項：依附秦國。然後他立刻掀開了這個選項的底牌，是西有強秦之源，而南無齊趙之患。然則燕國之於大王，何有？侍奉秦國，秦國高興了，趙國暫時老實了，可然後呢？燕國還能稱其為燕國嗎？大王您還能是真正的大王嗎？那無非是從依賴趙國變成了依附一個更強大、更貪婪的秦國。恐懼的根源並未消除，只是換了個主人，代價卻是國家的獨立與尊嚴。殿內死寂，炭火盆裡的火焰跳動着，在燕王變幻不定的臉上投下晃動的陰影。他依賴趙國的屏障，又恐懼秦國的威脅，更害怕在兩大強國間被碾碎。蘇秦沒有給他任何虛幻的安慰，他只是把燕國最不堪、最脆弱、最不敢直視的生存邏輯血淋淋地剖開，擺在光天化日之下。依賴是毒藥，讓人軟弱；恐懼是枷鎖，讓人盲目。燕王一直在這毒藥與枷鎖間掙扎，自以為在權衡，實則早已畫地為牢。然後蘇秦的聲音沉了下去，帶着一種決絕的力量。故為大王計，莫如合縱六國以秉秦。既然依賴誰都是死路，既然恐懼無法消除，那麼唯一的生路就是徹底打破這個遊戲規則。燕國不再做躲藏者、依附者，而要站出來，聯合所有同樣恐懼的韓、趙、魏、楚、齊，自己成為規則的一部分。合縱不是為了崇高的道義，首先是為了最卑賤、最原始的生存，是為了把身邊惡狼也拉進同一個陣營，是為了讓遠方禿鷲的利爪不敢輕易落下。他不再說話，只是深深一躬，該說的已經說完了。從認同理解燕王的恐懼與依賴，到打破他對依賴的幻想，揭露恐懼的真正源頭，情緒的弦已被撥動。那個關鍵的瞬間正在燕王的沉默裡醞釀。他看到的不再是蘇秦，而是燕國命運的岔路口。一條路繼續飲鴆止渴，在日益加深的依賴與恐懼中慢慢窒息；另一條路
掙脫出來，踏入一片充滿未知風險，卻也握有一線自主的生機。良久，燕王雞塊長長的，仿佛將胸中積年寒氣全部吐盡般，吁了一口氣。他眼中的猶豫像冰雪一樣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疼痛的清醒。他走下王座，親手扶起蘇秦。先生今日之言，驚醒夢中之人。寡然願舉國以聽先生之謀。聲音不大，卻異常堅定。就在那一刻，某些東西在他心裡徹底改變了。那不是被說服，而是某種緊繃到極致的東西啪的一聲斷了。緊接着，一種全新的帶着刺痛感的認知洶湧地灌了進來。燕國，這個一直蜷縮在恐懼陰影裡的國家，他的心臟被狠狠地擊中了。所以你看，人到底是怎麼想通的？是別人把道理嚼碎了，一口一口餵給你，然後你點點頭說：“哦，我懂了嗎？”不是，真正的想通根本不是個緩慢說服的過程。在心理學裡，有個更學術也更精準的名字，叫認知閉環。它是我們大腦為了省力、為了安全、為了不崩潰，給自己編的一個完美故事，一個能解釋一切現狀、安撫所有焦慮，並給出看似合理行動指南的故事。就像燕王的故事，我弱，我遠，我靠着趙國，我怕秦國，所以我得小心討好，在夾縫裡求生存。這個邏輯嚴絲合縫，能解釋他所有的困境，也能支撐他所有的委曲求全。這個閉環不破，你跟他講10000遍合縱抗秦，大義凜然，他都只會覺得你是個不懂現實的瘋子。而蘇秦，他幹了3件事。第一，先認同燕王的感受，我懂你的恐懼，這是積累情緒資本，讓他放下戒備。第二，找到他故事裡最脆弱、最不敢自視的一環，你的安全全靠趙國施捨。第三，在燕王站在認知廢墟上茫然失措的瞬間，遞給他一個新故事的藍圖，聯合所有人，自己當支點。這背後的心理機制並不是什麼高深的謀略，而是人性底層的一個 bug， 叫認知失調。當一個人深信不疑的信念被一個無法反駁的事實迎面擊中時，他的精神世界會產生一種類似系統錯誤的劇烈不適。他要麼選擇忽略事實，繼續當鴕鳥，要麼就必須劇烈地改變原來的認知，來重新解釋世界，消除這種不適。那個相變點，就是不適感到達頂峰，舊體系再也無法自圓其說，新解釋成為唯一出口的臨界瞬間。你不是說服了他，你是用事實把他逼到了那個他必須自己說服自己的牆角，是不是很難理解？總之，別再把精力浪費在長篇大論的勸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傾聽意願是一種情緒資本，沒存夠信任的勸說只會引發激烈的對抗。蘇秦見燕王，第一句是談燕國的名聲，是肯定燕國的家底，這就是在取得燕王的信任。他說的都是事實，沒有拍馬屁，但這種我看見你的真實處境了的姿態本身，就是一種高級的共情。普通人溝通最大的誤區，就是帶着一個正確答案，迫不及待地要塞給對方，完全不管對方心裡是否早已戒備森嚴。你跟父母說你們那套過時了，跟伴侶說你這樣做不對，跟朋友說你該聽我的，這都是在激發对方的对抗心理。信任的建立是在表達你的意見之前，先完成100%的認同，不是敷衍的認同，而是真正聽懂他行為背後的邏輯、恐懼，甚至是他自己都沒察覺的需求，然後用你的語言把他那個邏輯清晰地複述出來，讓他聽到後心想，對，我就是這麼想的，這樣對方的戒備心理消解大半。這是所有深度溝通無法跳躍的第一步。然後
你要找到那個唯一的關鍵受力點，精準的破壁。每個人的認知閉環都像雞蛋殼，看起來完整，但都有一個最薄的，輕輕一磕就破的地方。這個點往往關聯着他最核心的恐懼，或者最真實的自我人設。蘇秦找到燕王的點，是依賴趙國這個看似安全，實則屈辱的生存邏輯。普通人生活中，這個點可能是我這麼辛苦都是為了這個家，也可能是我在這個崗位上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你要做的不是全面否定它，進一步激化雙方矛盾，你只需要傾聽，找到他言語中反覆出現情緒波動最大的那個理所當然。你苦口婆心地講道理，叫不醒任何人，但高級的溝通者總是能精準找到對方身上一直捂着已經發炎化膿的傷口，讓他清醒。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內容，希望對你有用。歡迎訂閱，更多分享。